大家好，最近科技圈最火的话题，毫无疑问就是人形机器人。但这一次把整个热度推到最高点的，除了春晚上会弹射空翻和登墙后空翻的语数机器人，还有一个大家非常熟悉，同时又充满争议的人物贾跃亭。他带着一台人形机器人重新回到了公众视野，能走，能挥手，还能跳舞，动作看起来像模像样。发布会上的 PPT 大家听着也很熟悉，具身智能、AI 革命、人机共生、未来家庭助手，每一个词都让人热血沸腾。但今天我们不想跟着一起热闹，反而想在这股热潮中冷静一下，因为有一个现实的问题，当贾跃亭都能这么快做出一台人形机器人的时候，这到底意味着这个行业真的成熟了，还是说泡沫已经膨胀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边缘？今天我们就从最真实的产业链、技术逻辑和实际应用3个层面，把这一波人形机器人的热潮彻底扒开看一看。今年春晚的人形机器人抢尽了风头，成了整台晚会当之无愧的顶流。和去年相比，语数人形机器人1年的进步是肉眼可见的。这1年的技术迭代之快，让很多人都开始相信，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的日子不远了。但真相可能并不这么乐观。大家回想一下，贾跃亭造车造了多少年？法拉第未来从 PPT 走到今天，前后折腾了快10年，量产之路一路坎坷。为什么造车这么难？因为汽车是真正的工业之王，供应链、资金、制造体系、品控、安全认证、政策法规，少一个环节都走不下去。那问题就来了，为什么造车10年难产，做人形机器人却能突然快速上线，直接亮相？答案其实特别简单，不是机器人技术更简单，而是做人形机器人的硬件门槛已经被供应链彻底拉低了。今年 CES 展上，你会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，一大批过去做电子零件、做结构件、做代工的企业，现在全都转型成了机器人方案商。简单说，就是机器人代工厂，手臂可以模块化采购，腿部关节可以标准化生产，控制器、传感器、电机全部都是现成方案，甚至整台机器人都可以像手机一样 ODM 代工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只要你有钱，有 PPT， 再去找供应商，就能拼出一台看起来能动的机器人。是不是听起来特别熟悉？没错，和10年前的新能源汽车几乎一模一样。当供应链成熟到一定程度，高科技产品就会慢慢变成组装产业，而这却恰恰是人形机器人行业第一个藏不住的危险信号。现在行业里甚至流传着一句话，去深圳走一圈就能造机器人。这句话真的不是玩笑。今天的人形机器人已经正式进入了模块化时代，伺服电机、减速器、视觉模组、激光雷达、电池系统，这些最关键的零部件早就被无人机、电动车、自动驾驶行业打磨得非常成熟，成本也一路往下掉。所以你会看到一大批原本和机器人毫不相关的公司突然扎堆进场，尤其是车企，特斯拉、小鹏、小米，一个接一个宣布入局。但这里面有一个最大的误区，几乎所有人都在忽略，硬件能做出来，不等于真正的智能就存在。你现在看到的绝大多数机器人演示，本质上更像是一次优秀的工业设计展示，一段精心编排的机械舞蹈，唯独不是一次真正的 AI 突破。能动不代表会思考，会跳舞不代表懂这个世界。行业里现在最流行、最洗脑的一个说法是，自动驾驶的算法可以直接迁移到人形机器人身上，听上去逻辑非常通顺。车可以智能化，换个身体，机器人就也可以智能化。但这其实是目前整个行业最大、最隐蔽，也最容易忽悠人的技术陷阱。自动驾驶的核心依赖的是占用网络，简单理解就是把世界拆成一个个格子，判断哪里有物体，哪里是空的，哪里不能走。对于汽车来说，这套逻辑完全够用。石头是障碍，行人是障碍，路障也是障碍。车的目标只有一个，不撞。但机器人面对的世界完全是另一个维度。毛巾是软的，衣服会变形，杯子会滑动，鸡蛋一捏就碎。机器人要做的不是躲开，而是使用、操作、互动、接触。它必须理解材质、重量、摩擦力、形变、力度，理解一整套物理规则。自动驾驶看到的世界是一堆不能碰的方块，而机器人需要理解的世界是一堆会变化、会互动、有物理属性的物质。这中间不是差距，是一道几乎无法跨越的技术鸿沟。说得更直白一点，自动驾驶的终极逻辑是不碰，而人形机器人的终极逻辑是必须碰。端水杯、拿碗筷、叠衣服、开冰箱、扶老人、做家务，哪一个不需要精准、安全、可控的接触？要做到这些，
机器人需要一种目前还远没有成熟的能力，叫做世界模型，也就是让 AI 真正理解物理世界的规则。但你在视频里看到的那些流畅动作，大部分是提前写好的脚本，在固定环境、固定光线、固定物品下完成，甚至背后还有大量的远程人工辅助和遥控。之前 CES 现场就有不少科技作者和记者直接问过厂商，这是完全自主的吗？得到的回答往往很诚实，有辅助，有预设，有后台操作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，很多看起来非常厉害的自主机器人，本质上就是高级电动木偶。比技术陷阱更致命的是第三个问题，真正能落地、能赚钱的应用场景其实根本不存在。一个产业能不能成，最后看的永远不是技术有多炫，而是有没有真实需求。现在所有大厂最爱讲的故事就是，机器人进工厂替代人工，听起来特别合理，但现实直接打脸。现代工厂早就高度自动化了，工业机械臂精度更高，速度更快，稳定性更强。AGV 小车搬运效率碾压人形机器人，专用设备成本更低，容错率更高。工厂的设计逻辑从来不是像人，而是能让任务效率达到最优化。人形机器人最大的特点是像人，但这也是它最大的缺点，效率低，稳定性差，成本高，在专业场景里完全不占优势。你让一台生活还不能自理，成本几十万上百万的机器人去和几千块钱的机械臂抢饭碗，这不叫产业升级，这叫开倒车。那现实中，人形机器人现在最主要的场景是什么？展会跳舞、春晚打拳、展台互动、拍短视频吸粉。说白了，它更像一个有带货和广告价值的网红明星，而不是一个能解决真实问题的工具。讲到这儿，你可能会奇怪，既然技术没真正突破，场景也不清晰，为什么这么多公司还在疯狂往里冲？答案也很有意思，恰恰不是因为有用，而是因为资本市场最青睐这种叙事。 AI 加实体世界，下一代计算平台，下一个 iPhone， 万亿级终极赛道。故事一讲，想象空间就来了，热度和关注度也就来了。而企业的逻辑更简单，供应链都现成了，别人都做，我不做，我就显得落后。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，特斯拉做，其他车企就跟着做，同行发布，我也要发布。供应商成熟，就会不断有新玩家加入。这在商业史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名字，产业泡沫。这里我给大家一个判断泡沫最简单也最准的标准：一个健康可持续的行业，发展路径一定是先有需求，再有技术，然后完善供应链，最后实现规模化。而现在的人形机器人完全是反过来的，供应链先成熟，然后做展示、开发布会，吸引资本进场，最后再慢慢去找需求。当制造能力远远跑在真实应用前面，企业没办法靠产品赚钱，就只能靠表演维持热度。于是你会看到越来越魔幻的景象，概念名词越来越宏大，发布会越来越炫酷，动作表演越来越花哨，但真实能力却几乎原地踏步。这不是某一家公司的问题，这是整个赛道处于早期泡沫的典型特征。说到这儿，肯定有人会说，你这是在否定未来。我必须澄清一句，我从来没有说过人形机器人没有未来，相反，我坚信真正的人形机器人一定会到来，也一定会改变世界。但关键在于它到来的时间远比现在市场想象的要晚得多。真正能改变生活的机器人必须跨过几道门槛：第一，触觉和力反馈的革命，做到像人手一样灵敏；第二，物理世界建模能力，真正理解物体，理解规则；第三，常识任务的自主学习，不用一遍遍教，看一眼就能会；第四，成本和能耗大幅下跌，从奢侈品变成日用品。一句话总结，人形机器人缺的从来不是更帅的外壳，更会跳舞的动作，而是真正意义上能理解物理世界的通用智能。最后，我想送给所有关注科技、关注机器人的朋友一句话：回顾整个科技史，你会发现一条反复出现的规律：当一个行业门槛突然暴跌，玩家暴增，发布会一场接一场，谁都能进场做的时候，往往不是黄金时代的起点，而是阶段性泡沫的顶部。贾跃亭能做出人形机器人，不是行业成熟的胜利信号，它更像一个清醒的提醒：硬件已经不再稀缺，真正稀缺的是智能本身。热闹总会过去，表演总会落幕，泡沫也终究会回归理性，而真正能改变世界的技术，其实才刚刚开始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内容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有收获，欢迎点赞、转发、订阅我们的频道。